Hello， 大家好，我是志明，我是狸猫。这次要来讲讲我们大改造的心得。其实我们前几个礼拜后面影片就是长这样。最原本想要改造，就是因为我们原本这个房子在刚开始我们住进来的时候，我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在这边租这么久。那时候就弄得很随便，然后家具也是想到缺什么就买什么，这样没有一个很系统的规划。空间就这么大，然后我们东西杂物又东塞西塞，像我们这次整理，然后就找出很多陈年的杂物。就完全用不到的东西，比如说有过期2年的百吉棒，好几年前的一大堆名片，已经用不到名片。透过这一次的改造，刚好我们就又有机会把我们一直想要把它改掉的地板。因为当时那个地板就是随便铺的，就铺得很烂。因为我们是一片一片拼嘛，所以它中间会不平。然后拖把吸过去的时候，就啪弄破这样。而且很多裤啊，或者是尿那个藏污纳垢，全部都藏在里面，所以就很脏。因为像之前的地板是深色系的嘛，那这次就全部变成浅色系，对深色猫咪们比较吃香。因为之前深色地板，然后比如说像柚子招地。它就会跟地板混为一体。对，以前 Socus 是完全拍不到，现在至少 Socus 有白背景，而且在里面变得很干净，整体就真的变得很明亮了，因为色系的关系。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很多都黄色的嘛，然后那个毛掉到地板上都看不太出来。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猫砂也是浅色。所以有时候猫砂在外面也看不出来，不会像以前你只要没打扫10分钟，它就看起来很脏。这次就是我们刚好有这个机会要来做大改造的时候，就觉得蛮兴奋，因为其实很多人来帮我们嘛，就是不用我们自己在那边搬，不管在整理啊，或者是后面那个组装家具，在很省力的状况下，又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改造我们的后宫。其实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这个空间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边真的太小了。坦白说了，但是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很赞叹这个空间的收纳这件事情。尤其我觉得是我们里面那个工作间变化，对不对？我们不是有 before after 嘛？那个 before 就真的是我们还没改造前那个样子。这里面是站不了超过3个人以上的。对，我记得刚开始他们在跟我们询问说我们想要改造成什么样子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就是觉得我们工作室应该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才是对的。然后狸猫那时候还觉得就是不可能，结果事实证明就是其实是放得下，而且我就觉得蛮神奇的。因为原本拿掉的那一块就是原本是放一个大铁架，可是那个铁架其实就堆满了一堆就是杂物这样子。对，然后空间让它变更乱，然后更占空间，然后猫毛会堆积在那些杂物中。那猫咪们来说，一开始其实真的是会紧张，因为对他们来说，感觉真的是像新家一样。但是我跟你说，你真的观察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把它当新的地方。如果他们真的是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的话，他们就不敢出来。可是他们这一次呢，每一只猫都是一打开笼子，他们就出来。他们是出来之后觉得，哪里怪怪的？没有，他们先出来，然后全部到2楼集合开会。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到2楼吗？因为他们到2楼，对他们来讲，2楼是没有改造过。对，2楼就是完全那边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可是他们上去大概待个5到10分钟，后来就下来，就还好。就是这边全部都是新的家具啊，新的地板，所以其实，在他们回来之前，在整个这些空间啊，撒了猫草啊，或者是有喷一些，就我们买了大概10罐猫草来撒，就是有一些，你不要乱讲。然后我们再买那个猫草水，我们拿猫草水喷。所以其实猫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早适应，尤其是那个沙发。一开始我们最担心的是说他们会讨厌那个沙发，所以现在其实跟以前最大的不一样的是，那个沙发上面呢，永远都是有猫在睡觉的。就是如果有人有时候躺在上面，都是要跟他们一起共用的。就现在他们是心里面是喜欢那个沙发，因为他们真的很莫名的喜欢那个抱枕。现在就是多了很多空间嘛。所以我们就把阿玛的子民送我们的一些小东西，就把它摆出来。鞋柜这边呢，以前有一堆的小东西，然后很乱，然后都堆满猫毛啊，还有我们以前有一些奖牌啊、奖状啊，都可以摆出来。现在都变得可以摆出来，然后可以展示出来。附带一提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一集是阿玛掉落谷底那个事情吗？之后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那个空间不见了。那录影的这个桌子啊，我自己觉得非常喜欢，因为它刚好这个中间有那个抽屉啦，然后刚好就是这个地方就可以放我们妈妈信箱的那个信。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摆镜头的位置。对，然后这边这刚好就是还没有读的那个妈妈信箱的信。因为以前我们都是放在一个整理箱里面，然后整理箱就是每次都要来回啊拿来拿去啊，蛮麻烦的。这个就是好像是我们去香港的时候有人送的嘛，然后这门口就摆了一个小装饰在里面，对，然后这是我们的鞋柜，然后这边就是猫咪的
跳台，我们就把以前摆不出来的东西都摆在这边了。这个是虾米老师帮我们画的画，这就是我们那个以前收藏的一个眼镜，这是漫画。这是以前那个有人帮收做的花。这个也是人家，这算拼豆吗？这碗肠啊，这阿玛，也都是很多展示品啊。对，展示品都摆在这边。然后以前阿玛跟辉胖的照片也在这里。我们这次有一个东西完全没有改，就是猫砂盆的部分。哦，猫砂盆位置其实都一样。对，这边、那边。对，这次的改造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多了非常多储物柜。以前我们真的要找东西，真的是找不到，但我们现在就可以分好，这柜都是猫咪的玩具，一大堆。猫咪的衣服在哪里呢？猫咪的衣服在柚子底下这个。你现在打不开了。现在打不开，就在沙发底下。这个也是猫咪的，这是一些猫咪的食物了。就是他们的用品啊。对，反正我们就是会把东西都分类好。还有这个柜子里面到底放什么呢？还有 CD 啊、书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盆栽？这好像是他们当初帮我们摆设，这是一个假盆栽。假的盆栽，很多的书。很多的书，好多猫咪的书哦。好了，我们走到里面来看看有什么变化。办公室变最大。看好位置，这边就是那个影片里面有出现，就是那一排，我们就可以把它整齐的摆在这边。然后我们有一些画啊，我们就摆出来在外面。露露有一些是我们原本自己的东西，然后有些就是，这个是那个他们的蛋蛋。除了露露之外的3只猫猫的蛋蛋。碗肠。柚子，好变态哦！这我不知道是谁，这个是阿玛的。对。然后志明的桌上，他也摆了一些露露啊、柚子啊，其实没有摆太多东西，就只是摆一些自己觉得装饰的。我自己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它其实很浅嘛，没有占很多空间，可是它装了超多东西，它装了满满的都是他们的主食罐。那块布后面是什么？我猜应该会有人好奇。它里面以前就是一个废弃的地方。以前就是阿玛或三角很喜欢在里面睡觉。对，但是里面超脏。里面就是有防潮箱啦，然后后面两个柜子放什么？已经念过了妈妈信箱的信，就不会再去拿出来的。然后我们又想要好好保存，我们就把它放在那里面。然后这个位置是露露的位置，露露最喜欢在这边啊。然后一定会有人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个时候露露会在里面？怎么公猫会进来？我们之后会再另外就拍一集来说明。就是你们是不是真的把 Socus 弃养了？Socus 不在这里，你们才让他进来？没有 ，Socus 还在里面，甚至 Socus 也在很自由自在在外面走来走去。好，这个我们不能再多讲，这是秘密。那喜欢这个影片，帮我按个赞，然后订阅一下喽。然后有什么心得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好，那就这样子，大家拜拜。在这里，阿玛在这里，怎么会这样？阿玛也不理他。露露，你在干嘛？露露竟然会抓超级久。其实抓很多次了。我帮你顾。让他自己不要抓到你。啊！我就说吧。